墨西哥为何在本国高铁项目上两次戏耍中国？背后是谁在作祟？中国对于墨西哥这样的行为是作何应对？这对墨西哥将造成怎样的影响？我们都知道，中国基建要在世界上认第二，就没有国家敢认第一。这也说明了中国基建拥有强大的实力，只要有中国基建的地方，就有中国基建的身影。这使得中国基建有着极其巨大的国际影响力，并被世界各国公认为是基建狂魔。随着中国基建的飞速发展，这就使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相信中国基建的技术，并十分放心将本国的基建项目交给中国，以此来加快本国的基建建设。这也使中国基建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订单，并且是享誉盛名。这对于中国基建的发展来说，也有着较为重要的促进意义。正是由于中国基建取得了如此大的发展，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国高铁。随着中国在高铁建设上的飞速发展，这就是中国基建不仅在国内建设了最为完善的高铁体系，而且在世界上也是订单不断。这也使中国的高铁技术发展的炉火纯青，在世界上也是完全处于领先地位。然而，就在中国高铁在世界上发展的如火如荼的时候，其中就有一个国家竟然和中国在高铁的合作上闹起了矛盾，竟然两次戏耍中国，并对中国进行挑衅，这就使中国对此感到十分不满。这个国家这样的行为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，这是完全不符合国际道义的。据悉，这个背信弃义的国家就是墨西哥。当时，墨西哥国内为了修建高铁，由于中国在高铁方面技术高超，就找来了中国，希望中国可以帮助其修建高铁。但是，在中国两次答应帮助其修建高铁，他却对中国进行了两次戏耍，竟然听从美国的任意摆布，撕毁了与中国的合作，以此来使这条高铁一度成为了政治斗争的产物。然而，中国对于两次被戏耍肯定是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便对墨西哥进行强势回应，并要求墨西哥赔偿违约金2.1亿美元，而且还强势向墨西哥宣示主权。这就使墨西哥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。不得不说，墨西哥被美国坑惨了，完全是得不偿失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据悉，墨西哥修建的这条高铁为默克高铁，主要连接墨西哥城和第三大城市克雷塔罗，全长210公里，设计时速达300公里，采用电气化双线有闸轨道。项目金额43亿美元，相当于270亿人民币，预计建设工期40个月。根据项目计划，在当时，墨西哥高铁堪称是墨西哥国内迄今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，其预计计划建设工期40个月。墨西哥国内的一项分析称，高铁建成后，墨西哥城到克雷塔罗州的单程时间将由现在的2个小时缩短至58分钟，每天将运送2万名乘客，两地的汽车数量将减少1/3，直接增加就业人口2万多，间接增加就业人口4万多。因此，这个高铁项目作为墨西哥国内有史以来最大的基建项目，所以墨西哥对此也是十分的重视。于是，墨西哥政府在有了这个高铁修建计划后，就选择采用国际招标的方式，以此来选择最合适的承建商。在墨西哥的高铁项目一出来，立刻就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反响，吸引了中国、日本、德国、法国、加拿大等国家的目光。多国企业参与竞标，而中国中建集团表现出了最大的诚意。据悉，中国企业为了拿下墨西哥高铁项目做足了准备，并且还制定了非常详细的规划，还特意派专家到墨西哥进行了实地考察与调研。因此，为了墨西哥的高铁项目可以说是准备的十分充分，并做了长时间的竞标准备。竞标书就装了8个箱子，重达2.1吨。而且根据中方的计划，墨西哥高铁可以在2018年实现通车，这远比墨西哥的计划要提前得多。因此，毫无疑问，中国中建集团拿下了墨西哥高铁项目。所以，墨西哥就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高铁项目招标。墨西哥的高铁项目一发出来，就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反响，就吸引中国、日本、德国、法国、加拿大等国家的目光，都纷纷表示要接下墨西哥这个高铁项目，就产生了十分激烈的竞争，都希望可以拿下墨西哥43亿美元的高铁项目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中国是很看重这个高铁项目，而且也做足了准备。这也体现出中国对墨西哥的尊重，以及体现出中国坚持多方合作、互利共赢的原则。中国还向墨西哥承诺，若让中国承接这个项目，保证是会按时按点的完成，而且还让墨西哥完全没有后顾之忧。而其他几个国家都没有中国基建团队，考虑的周到，
因此中国也就顺理成章地拿下了墨西哥的高铁项目。然而，在中国成功拿下这个高铁项目后，就引起了美国的注意。美国为了阻止中国这个项目，便联手墨西哥一起打压中国。而墨西哥作为美国的小弟，就听从美国的意见，选择单方面与中国解约，撕毁与中国的协议。对此，墨西哥给出的理由是，说中国的高铁不符合墨西哥国内的标准，因此不适合在墨西哥修建，所以选择与中国解约。但是，关于墨西哥这条高铁的发展还不止于此。据悉，就在墨西哥和中国毁约后，这就使此前参与竞争失败的几个国家心里很不服气，并说墨西哥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，而且还对之前的招标提出了质疑。理由是墨西哥高铁项目的招标没有给予他们进行竞标的准备时间，最后导致竞标书都没有投出去，该项目招标就已经结束，才被中国拿下。墨西哥在面临如此大的舆论压力，于是便决定再重新进行招标。而中国对于墨西哥这样的行为也是可以理解，并愿意再来一次招标，也希望可以让这些国家都心服口服，而不再有其他的异议。随后，墨西哥就进行项目的重新规划与准备，也给这些要竞标的国家以足够的准备时间。在2015年，墨西哥进行了第2次高铁项目的招标，而这次中国、日本、德国、法国、加拿大也都做好了准备，并且对于墨西哥高铁项目再次发动攻击。然而这次墨西哥又做了一件令人没想到的事儿，就是在竞标的当天，墨西哥宣布放弃这个高铁项目，不再进行修建这个项目。而墨西哥给出的借口是，由于国际油价大跌，而且墨西哥财政紧张，所以就宣布将这个高铁项目进行无限期的推迟，还永久取消了由卡塔半岛的另一条高铁项目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，墨西哥正式放弃了国内的高铁项目。对于墨西哥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，这就引起了中国、德国、日本、法国、加拿大在内的多个国家的不满，就是这些国家对于墨西哥这样的行为感到极其生气，尤其是中国再一次被墨西哥欺骗，这就使中国感到十分的气愤。因此，中国决定不再忍气吞声，连续2次被戏耍，这就使中国将墨西哥告上了法庭，并要求墨西哥赔偿中国合同违约赔偿共计2.1亿美元，而且还有声明道歉，以此来对墨西哥进行强势回应。此时的墨西哥希望美国能够帮助，但是却遭到了美国的拒绝。美国肯定不会对其进行帮助，因为它只是将墨西哥作为一个棋子，以此来对中国进行打压。现在美国已经达到了目的，那墨西哥就完全没有利用价值了，就遭到了抛弃。这对于墨西哥来说还真的是里外不是人，这就是墨西哥在国际上的形象大大受损，并对墨西哥的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。所以，由于美国的干预，最终使墨西哥国内的高铁项目完全泡汤。这对于墨西哥的发展也有着较大的影响，将影响墨西哥国内经济的发展。这对于墨西哥来说将是得不偿失。